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人总能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做出正确选择，而有些人却似乎永远在错误中徘徊？想象一下，如果你能掌握做出明智决策的秘诀，会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也许是一份理想的工作，一段美满的婚姻，或是一次改变人生的冒险。每一个选择都像是一粒种子，它可能孕育出一片繁茂的森林，也可能只是一棵枯萎的小草。大家好，欢迎来到李不白的三味书屋，我是李不白。今天，让我们一起探索如何种下那些能让我们人生开花结果的种子。优秀的决策者就像一位优秀的象棋选手，他们能够在复杂的局面中看清全局，预见几步之后的结果。首先，他们拥有清晰的思维能力。想象你正站在一个迷宫的入口，优秀的决策者能够在心中绘制出整个迷宫的地图，而不是盲目的往前冲。其次，他们具备强大的自制力。就像一个坚持健身的人能够抵挡住垃圾食品的诱惑一样，优秀的决策者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冲动，不被短期利益蒙蔽双眼。最后，他们拥有开放的心态。想象你正在玩一个开放世界的游戏，优秀的决策者会尝试各种可能性，而不是固守一条路线。他们愿意倾听不同的声音，考虑各种可能性，这使他们能够做出更全面、更明智的决策。连续的好决策就像滚雪球，每一个正确的选择都会让下一个选择变得更容易。想象你正在爬山，每一步正确的选择都会让你离山顶更近，也会让你看得更远。举个例子，小李刚毕业时选择了一份薪水不高但很有发展前景的工作，这个选择让他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和人脉。2年后，他凭借这些优势成功跳槽到一家大公司，薪水翻倍。又过了3年，他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资金，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每一个选择都为下一个选择铺平了道路。生活中总有一些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比如运气和他人的欺骗。但是，优秀的决策者知道如何在这些不确定因素中保持清醒。对于运气，我们要像一个精明的赌徒，知道什么时候该下注，什么时候该收手。比如，小王在股市投资时，即使遇到了一次幸运的暴涨，他也没有被冲昏头脑，而是理智地选择了适度获利了结，避免了后来的市场波动。面对可能的欺骗，我们要像一个细心的侦探，时刻保持警惕。小张在签订一份重要合同时，虽然对方看起来很诚恳，但他仍然仔细阅读了每一条条款，最终发现了一个对自己不利的隐藏条款，及时避免了损失。我们的大脑有时会玩一些小把戏，让我们陷入选择的误区。比如，沉没成本谬误。小李花了很多钱买了一件不合身的衣服，虽然穿着很不舒服，但他还是坚持穿，因为已经花钱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选择误区。要克服这些误区，我们需要像一个理性的科学家，不断质疑自己的决策过程。每次做决定时，问问自己，我是不是受到了某些偏见的影响？这样的自我反思能帮助我们避免许多常见的决策陷阱。情绪就像是决策过程中的调味料，适量可以让决策更有人情味，过多则会破坏整道菜。愤怒、恐惧、兴奋等强烈情绪都可能导致我们做出不理智的选择。小张在和男友吵架后，一气之下辞掉了工作。第2天冷静下来，他就后悔了。如果他能在情绪激动时暂缓决策，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学会识别和管理自己的情绪，就像学会驾驭一匹烈马。当你感到情绪激动时，不妨深呼吸，给自己一些时间冷静下来，再做决定。每个选择都像是往湖里扔了一块石头，会激起一圈圈涟漪。优秀的决策者能够预见这些涟漪，考虑选择的长期影响。比如，小王在选择工作时，不仅考虑了眼前的薪水，还考虑了这份工作对他未来职业发展的影响。他选择了一份起薪较低，但能学到很多技能的工作。5年后，他的薪水已经远超那些一开始选择高薪但发展空间有限的同学。评估长期后果的一个好方法是问自己，5年后的我会如何看待这个决定？这个问题能帮助我们跳出当前的局限，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如果你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你可能会跑得很辛苦，却始终到不了目的地。明确自己的关键目标，就像是给自己的人生马拉松设定了一个清晰的终点。小李一直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他把这个目标写在床头，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到这个目标。这个明确的目标帮助他在日常生活中做出了许多有利于实现梦想的选择，比如每天坚持写作、参加写作培训等。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我们同时追求太多目标，可能会顾此失彼。就像射箭，如果你同时瞄准多个靶子，可能一个都打不中。确定一个头号目标，并全力以赴，往往能取得更好的结果。小张决定在30岁之前创办自己的公司。有了这个明确的头号目标后，他的许多选择都围绕着这个目标展开。他选择了能学到创业知识的工作，业余时间研究商业计划，甚至放弃了一些社交活动来专注于自己的目标。最终，他在29岁时成功创立了自己的公司。生活中的每个选择都像是一个拼图块，我们需要找到那些能够与我们目标完美契合的拼图块。识别目标与选择的重叠点，就是找到这些关键的拼图块。比如，小王的目标是环游世界。当他面临是否接受一份需要经常出差的工作时，他意识到这是一个与他目标重叠的选择。虽然出差可能会很辛苦，但这份工作能让他有机会去到很多地方，积累旅行经验。他接受了这份工作，这个选择让他离自己的目标更近了一步。一个好的选择往往会带来更多好的选择，就像滚雪球一样。识别并利用这种良好势头，可以让我们的选择事半功倍。小李在工作中主动承担了一个挑战性的项目，虽然这个项目很辛苦，但他成功完成了。这个成功给了他信心，也让他在公司里崭露头角。之后，他又主动申请了更多有挑战的项目，每一次成功都让他的职业发展更上一层楼。这就是利用选择的良好势头。在生活中做选择时，我们可以运用3大认清原则：认清目标、认清选择、认清自己。这就像是在迷宫中找出路，你需要知道出口在哪，了解每个岔路口的情况，还要清楚自己的位置和状态。比如，小张在选择是否接受一份高薪但工作压力很大的 offer 时，他首先回顾了自己的长期职业目标，然后仔细考虑了这份工作的利弊，最后他也诚实地评估了自己能否承受这份工作的压力。通过这3步，他最终做出了适合自己的选择。有些选择可能会对我们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这些选择需要我们给予特殊的考虑。就像是在玩棋牌游戏，有些牌可能会决定整个游戏的走向，我们需要特别慎重。例如，小王在考虑是否出国留学时，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可能改变他人生轨迹的重大选择。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收集信息，咨询了多位留学经验者，甚至去目标国家短期旅行体验生活。这种深思熟虑的态度帮助他做出了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在压力大、时间紧迫的关键时刻，我们很容易做出拙劣的决策，就像运动员在比赛最后一刻可能会因为紧张而失误一样。预防这种情况的关键是保持冷静，不被外界干扰。小李在参加重要的工作面试时，面试官突然问了一个他没有准备的问题。他没有慌乱，而是深呼吸，给自己几秒钟时间思考，然后诚实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种冷静的态度反而给面试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错误的选择就像是人生道路上的绊脚石，我们不能因为它们的存在就停下脚步。关键是要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结果，把每一次失败都当作学习的机会。小张在创业初期投资了一个项目，结果亏损严重。起初他非常沮丧，但后来他调整了心态，把这次失败当作是昂贵但值得的学费。他仔细分析了失败的原因，这些经验在他后来的创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我们发现自己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及时止损和补救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开车走错路一样，我们需要及时调整方向，而不是一条道走到黑。小王发现自己选择的专业并不适合自己，但他没有消极地继续读下去。相反，
他积极地寻找补救的方法。他选修了一些其他专业的课程，参加了相关的实习，最终找到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领域，并在毕业后成功转行。每一次失败都蕴含着宝贵的教训，关键是我们要有能力从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就像科学家从失败的实验中得到启发一样，我们也可以从错误的选择中学到重要的人生经验。小李在一次重要的商业谈判中失败了。事后，他仔细回顾了整个过程，发现自己在准备工作上还不够充分，沟通技巧也需要提升。他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专门的学习和训练，这些经验在他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生活就像是一场漫长的选择之旅，每一个选择都可能成为改变命运的转折点。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我们可以逐步提升自己的选择能力，做出更明智的决定，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记住，成为一个优秀的决策者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它需要我们不断反思、学习和调整。但是，一旦我们掌握了这项技能，它将成为我们最宝贵的人生资产，帮助我们在人生的每个岔路口都能做出最佳选择。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李不白的3味书屋，我们会定期分享更多关于普通人自我提升的技巧和方法。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成为生活的主人。